好了就射，快！走。走。团总，咱们留的记号都没了。继续找。是。给我站住！一臂！前面都交上火了，兄弟们，跟我冲！应该是他们自己打起来，咱们没事了。停止射击，都停手！听着杀机，看对面的火力，好像是我们自己人。走。啊！你们是不是没长眼？开枪打自己人，团总恕罪。团总别开枪，我们是三营的。团总，都给我记住了，不灭独立营，绝不退兵。是。是不是着了共产党的道了？参谋长到，原地休整吧。是，所有人原地休整。是。二位连长，我觉得现在报仇的时候到了。对，教导员啊，咱是该为西多所报仇了。你下令吗？这样，咱们3个人分成3个小组，午夜时分对敌人发动突袭，把敌人引到树林里头，分散切割。明白。分头行动吧。是。3连长。对，走。教导员，全部都准备好了。通知2位连长，等我这边的命令再开枪。是。连长，那边全都准备好了，听枪声打。好，准备。大伙儿准备。连长，那边全部都准备好了，等一下听枪声打。好，做好准备。打！打！打！
再偷袭了！给我打！他们分成3路撤退了，给我追！是，跟我走！快，走！打！我们留下的记号怎么都不见了？反观我们党国一个团长，竟然被小小的独立营打得抱头鼠窜，还丢了性命。这对我第10师来说，简直就是奇耻大辱。我该怎么面对党国？怎么向卫所交代？师座，你也不必自责。 此役是因为那个王团长过于轻敌了，才让我部陷于被动，让空军打了我们一个枪。不要再说了，这些都不是失败的借口。我们跟共产党交过多少次手，又吃过多少次亏，但始终只是吃一堑不长一智。师座，这下有句话不得不说，虽然中共游击队的战法 是一帖老膏药，但是他们运用纯熟，变化多端，让我们真是防不胜防啊！还有朱三木给我看的那份古田决议，政治建军的思想对于军事管理，简直就是一本圣经。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
敌退我追。我以前一直以为是个笑话，可是现在看来，面对党国200多万军队，他们还能斡旋其中，游刃有余。毛泽东真是一位军事奇才啊！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在世界战争史里，关于山地的、丛林的，甚至城市的，毛泽东的16次战法，都会为这些战役奠定强大的基础。既生瑜，何生亮？看来这盘棋，我能用的棋子不多了，不多了。师座，我们最终还是晚了一步。我们的剿共部队没有查到任何共产党游击队的踪迹。你说这帮人真的会什么奇门遁甲，上天入地了不成啊？这是一群什么人？这是一支什么队伍？什么队伍？现在，国家民族是更加处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抗日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再举攻随之迫在眉睫。只有国共一致团结，停止内战，方能挽救民族于危亡。何长官，进来前线报告。是。报告。进。何长官，您身体好点了吗？本来好点了，让你一惊一乍的，药都白吃了。啊，对不起，对不起，知下忘记了。鬼门关走过的人，可是党国大业未尽，还心有不甘。我还有，我还有。什么事说？啊，现在冬天到了，各村的乡绅们捐了一些给养，给山里的国军将士们。我想亲自送到前线的据点去。你是真不长记性，夏季就有过一次，名义上捐给国军，最后都落在了共产党的手里。你还想再来一次吗？那次是我的错，我就不应该派疯秃子去，所以这一次我想亲自。不用了。可是，这可是乡绅们的一片心意啊！国军缺的不是给养，缺的是
喂，是。侯长官，为死证人接电话。喂，魏司令好。哦，托伟做的福好多了。是，我听着。柯长官，出什么事了吗？北城，师座，您病还没好利索呢，有什么事儿让直辖区代劳吧。天都大了，知道吗？1936年，全国范围内要求国民党当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日渐高涨。然而，蒋介石置民族利益和民众呼声于不顾，依然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国策。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为了达到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目的，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胆大妄为，是党国的千古罪人，人人得而诛之。怎么？你们都哑巴了吗？难道诸位和我联署致电中央党部，坚决清除叛逆的勇气都没有了吗？明仁兄，消消火吧。不是我魏某不敢发这个请愿电报，是我刚刚收到了上峰密电。经过各方努力，委座和共党已经签订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6项协议。委座已安然无恙回到了南京，总算是和平解决了。惊心动魄，好在委座平安无事。我们也可放心了。魏司令，虽然委座被迫跟共党签订了联合抗日的协议，但是既往的政策命令不是还没有改变吗？命令估计就在这几天了。不，只要一天没下命令，我们就不能放松一天对共党的请教，绝不能让共党的红旗在我眼皮底下继续飘扬。为了执行联蒋抗日的新方针，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向全区游击队发布命令，命令区内红军游击队停止对国民党军队的主动进攻。哎，等一下，任副教导员，原来我们都是反蒋抗日，这怎么又联蒋抗日了？那这么多年，我们这仗都打错了。孙连长说的对，当初国民党军是怎么对待我们苏区军民的？五光十杀，茅草要过火，石头要过刀啊！现在上级却命令我们
主动停止对国民党军的攻击，我们怎么面对我们牺牲的英魂啊？这命令下错了，我们要和国民党军血战到底！哎，行，别喊了啊！吕副教导员啊，是不是你对上级的指示理解的不正确呀？我们可以拒绝执行上级命令。孙大头，刚提拔你为连长，就不服从命令了。你不是第一天入伍了，你现在是个连长，命令就是命令，就凭你这句话就能撤了你的职？你不管怎么说，这命令下的就是不合情理。王小巧，命令就是命令，哪有什么合不合情理？闭嘴！你闭嘴！你什么意思啊？你说我什么意思啊？报告，我想不通，我也想不通。还有谁想不通？我也想不通。还有吗？想不通。想不通也得给我通喽！一个一个的，谁惯你们的臭毛病？怎么着？想不通，不执行上级的命令了是吧？忘了，我们是支什么队伍？要是有人忘了，我提醒提醒你们，我们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想起来了吗？我们是党的枪杆子，想起来了吗？无论在任何时刻，我们都要坚决服从党的领导。想起来了吗？要不然的话，如果有人忘了，我们就算度过了漫漫黑夜，也一定会在黎明之前迷失方向。我们就算度过了9981道生死难关，也肯定会在最后一个台阶上绊跟头。佟大头，明白了吗？明白。我听不见。明白。宣读工作计划。同志们，在这个党和国家命运即将发生重大转折的时候，教导员重申红军性质，强调政治纪律，是非常及时和有必要的。我们必须要和党的政治路线保持高度一致，才能走出绝境，迎接胜利。我宣布，经营党委会研究决定，增补严家才同志为独立营党委会委员，兼任3连指导员。吕小革同志，到。王兴旺同志，到。严家才同志，到。你们3位连队指导员，现在马上进行各连队支部和党员的组织活动，就上级停止向国民党军队主动进攻的指示精神进行深刻讨论，必须要在这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上保持统一认识。明天要向我汇报。通过支部活动，队伍很快统一了思想，但是国民党军却并没有放松对游击区的严密封锁。虽然几月无战事，但随着寒冬的来临，独立营再次陷于绝境。得不到补给的独立营饥寒交迫，又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怎么了？华成，战士们把这里的野菜都挖没了。虽然好几个月没打仗了，但这个冬天真的太难熬了。放心吧，这
这个冬天不会这么难熬的。我收到了消息，天佑准备了一批物资，但是没办法把他们运到山里头。我刚刚在想办法，你去跟战士们说一声，只要这批物资运上了山，就可以解决我们的燃眉之急。太好了。团长，你找我。要变天了。往哪个方向变？当然。团长，那些物资的事情，我正在跟司务长商量呢。本来我想亲自送进山里的，可是何长官让我原地待命，我哪儿不能去，所以我想辛苦司务长一趟。啊，这冷风嗖嗖的，进山可不是什么好差事。那要不然我去吧？你去？万一有个什么紧急情况，找人商量去。你不能去。你也别考虑了，等你回来，我商量会大洋，行不行？那行，我去。看见没有，钻进陈眼里的主。特副到，我再跟司务长交代一下，你去看一看有多少物资，需要雇多少人。是。老庄，其他的什么都不用说了吧？陈营长那边怎么样了？放心吧，营长挺好的。保安团那边的弟兄啊，都是穷百姓出身，经过他的努力啊，大多愿意跟着我们干。是吗？营长说了，天马上就要变回来了。哎，国民党那边迫于舆论的压力，已经宣布要停战了。鸡呀，我已经准备好了，我一定会按计划送到指定地点。知道了。走了。共产党不进攻，原本进攻高明，他们是在用时间换空间，而且共产党越来越团结了，但党国内部杂音纷扰，烈焰触目。一旦局势失控，将一发不可收拾。还是师座深谋远虑啊！没有，这场大病让我变得更清醒了，看明白了很多事情。你冷吧？没事儿。谢谢，帮我看看这个。入党申请书，什么时候写的？很长时间以前了。是从上次你找我要信纸的时候吗？不是，那次已经都写过好多回了。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想法的？确切的说，是从我们第一次反围剿胜利之后，我觉得跟着红军队伍干有前途。
怎么样？特别好。我在你的入党申请里看到了你的心路历程。唐玉龙同志，请让我做你的入党介绍人。真的？谢谢。瞧你们一个个的毛长体瘦的，哪还像个人呢？哎，你要说大家都这样，那你就得看看小小啊，那更不像个人了，那像个人棍。哎呀，你再看看你自己，像个野人一样。我还像野人？我现在像李逵。就你这样，也就像个李鬼。不过说真的啊，这也就是咱们在这儿，如同天兵神将一样，能扛到现在。这要换成国民党来，半天就死了。哎，大头，怎么了？你这是被烟熏的呀，还是心里激动呀？有话说。我不会说，我说不好。讲两句。说呀，快说呀！说吧，大头。我说实话，我跟泥鳅，我们俩想过好日子这事儿吧，就一直装在我心里头。我总觉着吧，我们有希望。我再跟大伙说个秘密，泥鳅啊，他许了愿，他就想着咱们打完仗以后，他去上学读书去。说实话，我这心里头啊，一直记着我们吕副教导员给我们描绘的那幅图景。中国的明天，到处都是阳光普照，改天换地，处处展现着新貌。没有了压迫和剥削，没有了贫苦人的哭嚎。指导员，那个后面是什么来着？家家居者都有其屋。对，家家居者都有其屋，欢乐充盈着千家万户，儿童都上了学堂，老人也有人养。别紧张，别紧张啊！还有什么？老人也有了奉养，幸福美满将成为人民的向往，城乡都变成了鲜花遍放的人间天堂。我说不好。挺好的啊，大头，你这觉悟还能进步啊？进步。你别看大头真长得像个李逵一样，这说话现在倒是文绉绉的。你别闹了，当着你这教导员，你别瞎说。大伙儿聊得挺开心啊。你给我腾个座啊！哎呦，跟大伙儿说个事儿呗。由于抗日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所以国共决定正式停战了。这个很重要啊。更重要的是，我们就可以光明正大的下山领物资了。换句话说，我们的苦日子到头了。真的，真的，明天就下山。好，坐吧，特助。哎，我说，秃子死了，你没有什么好怕的了吧？告诉你一件事儿，西头草被带进山里的第2天就被打死了。西头嫂，都是一个村里长大的，
低头不见抬头见。我做孽呀，心头上好对不起你。好了，特叔，你心里还有没有什么可以让我立功的小秘密啊？没了，该说的我都说了。那有一个姓胡的女人，认识吗？我不认识，他们不都是从四面八方并村搬过来的吗？当局又不要我们串门，我怎么会认识他呢？你真的没有和秃子或者情报科的人提起过他？我对天发誓，我不认识他，我什么都没说过。特叔，我也是个念旧情的人。既然你咬出了一个女共党，当局也不会过河拆桥的。要不这样，你就在我保安团谋个小差事，既不会落得朱三木那样的下场，也可以混口饭吃，是吧？谢谢少爷，谢谢团长。三盼，你我大小一块，光屁股长大的，你跟我说句实话。我知道这趟进山是有去无回了，但我不怕死，我想死个明白。哎，你跟我说，你到底姓龚还是姓郭？驼背，你胆小你还眼瞎，部下就别胡思乱想，否则就是自己找死，只会死得更早更惨。算我没说。前面就是国军据点了。现在是停战时候，守卫相对松懈。这样，1连、3连，跟着我去正面缠住守军。李真、孙连长，你们等我的讯号，我给你们摆手，你们就迅速赶过去，在约定时间内赶到下路，明白了吧？明白。除非迫不得已，我们绝不开第一枪。是啊，明白。但是大家也要有所防备啊！永红军，站住！国军的兄弟们，别开枪！现在已经停战了。我们这趟来是找你们商量点事儿。为了以示诚意，我把我的枪卸了。行了。没问题。这怪不得剿灭不了他们，这就是帮野人呢。没武器了啊！现在我过来了，把枪放下。认识认识呗。闽西独立营教导员李化成，
怎么称呼？独立营。你们营长怎么不来啊？哦，宋仁杰。行了，兄弟，别这么多穷讲究了。营长和教导员平级，你是少校啊？那咱哥俩也是平级。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借个道，行吗？借道？哎，不行，没有上峰的命令，不能让道。兄弟，你这么说就有点不够意思了吧？你看啊，现在停战了，山外的环境你应该比我清楚。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是大势所趋，但是你们呢，把道封得那么死，给我们往死里逼啊！那你们那么干，违反没违反停战协议啊？那都是上峰的命令，我做不了主。知道是上面的意思，跟你没什么关系。但是兄弟，咱们讲道理啊，我们呢，已经都这样了。你看一眼啊，看看，一个一个都成什么了？我们就是想借个道，运点吃的，运点喝的，维持自己的最低生存需求。坦白说，大家同脉同根。现在这个时候，联合起来一致对外才是正道。但是你把这儿封得那么死，这是把我们往死里逼啊！兄弟啊，你们是穿鞋的，我们可是光脚的呀。行，兄弟，今天就当咱俩认识了一下，聊了会儿天。这里发生了什么，我都不知道，我也没看见你，懂吗？那借不借道啊？兄弟，不是我夸你啊，你比你们上级强多了，以后还得升官。借你吉言，快走吧。二连子，跟我走。小心点儿。谢谢国军的兄弟们啊！哎，等等，不对，应该往这边走。不对啊，司务长，按着车辙没错。团长吩咐，一切听我的，我说走哪儿就走哪儿。哎，走。行，听你的。完了，我死定了。走吧。哦，算了，我已经看出来了。希望你们以后能让我为民。我对天发誓，下半辈子我再也不做缺德的事儿了。走吧。哎。准备走！杜明兄，别动！同志们，驼北已经叛变，我们要把他带回营地去审判。庄善人，你敢叛变？你找死啊你！你还敢笑？庄善人同志，欢迎回来。什么意思啊？怎么回事？老庄哥，我科太还好吗？报告李副教导员，营长一切都好。
红军战士庄善人归队。兵部支部戏唱得够精彩。红军不杀俘虏，想参加独立营的，我们欢迎；想回家的，尽可自便。愿意。孙连长，我想留下来。我干过缺德的事儿，害死过西斗嫂，我要赎罪。驼背，我们不否认你为苏维埃做过一些好事，但你终究没能经得住考验，你要为西斗嫂的牺牲承担背叛的代价。驼背，先别说那么多了，啊！教官，咱们撤吧。同志们，撤！走。快，连上！这光脚的不怕穿鞋的，现在是停战时期，还是少惹他们为好。放开条路，放他们走。是。团长，上峰命令要利用最后时机，坚决消灭共军。再说一遍，上峰命令消灭他们。消灭他们！卧倒！卧倒！我就想着怎么能够让穷苦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咱们这些穷哥们儿都能够好好活下去，这就是我现在最大的理想。二龙，呐喊声四起，都不想侥幸的逃离。二公，眼下风声和彻底打破这片安宁，所以我不敢再设计去接受目光的洗礼。此刻站在这里，握着万千期许，我们捆绑一起，同仇敌忾。这是我们始终坚持的信念和信仰，也是我们队伍的灵魂。玉龙同志，我希望你把你刚才那一段话写进你的入党申请书里。生命乘风载雨，信仰荣归故里，就让每场战役酣畅淋漓，其次未再担心，牺牲前仆后继，无趣的生命载入史记。
不是背夺，是信托。我跟你拼了，白头的！峥嵘岁月里，红色足迹，生命乘风载雨，心儿荣归故里，就让每场战役酣畅淋漓，几次危在旦夕，牺牲前仆后继，不屈的生命。世纪，生命乘风载雨，心儿荣归故里。就算每一刻都不被收敌，几次危在旦夕，牺牲前仆后继，无趣的生命载入世纪。独立营营长陈天佑，归队。那是独立营最后一场血战，包括唐运龙、孙大成在内，牺牲了19位之战员。报告教导员，这个是唐运龙同志的入党申请。虽然被鲜血染了，看不清一个字，但是我之前读过，这是唐运龙同志10年以来的心路历程。现在我请求党组织接受并批准他的申请。同志们，我提议批准唐运龙同志的入党申请，同意的请举手。就在独立营，在闽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下，血战金峰大山的同时，批准通过。闽北、闽东、闽中地区的地方武装游击队，也对企图继续坚持与中共为敌的国民党军发动了一场大规模反清剿斗争，消灭国民党军半个旅，迫使企图继续坚持与中共为敌的国民党军回到谈判桌前，共商抗日大计。不幸被我言中。报告，中共谈判代表已经到了。共产党找我这个副司令谈什么？让他们去找魏司令谈去。说是分几个层级谈，魏司令那边也正在谈判当中。好。
何师长，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中共首席谈判代表苏乔民同志。这2位是我的助手，闽西独立营教导员李化成。这位营长陈天佑。陈大少爷，我说你是诈降吧？戏演得不错。不看僧面看佛面，我叔叔是蒋委任水平的大部长啊！苏代表，我要求择日再谈。只要有充分的理由，可以改期。我想搬离这座院子，这个理由充分吗？同志们，我给大家传达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组织部长方方同志去了延安，向党中央汇报了闽西南3年游击战争的情况。毛主席对闽西儿女给予了高度的赞扬。毛主席说：“你们坚持了3年游击战争，保留了这么多的干部。”保留和发展壮大了自己的队伍，保留了20万亩土地，保护了苏区广大群众的利益，这是伟大的胜利！为了团结各民族，共抗外侮，国共2党摒弃前嫌，共同抗日。在新的形势下，党中央决定南方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4军。我们这支队伍，从农民暴动的赤卫队到红军连独立营，几经改编。现在我宣布，你们再次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4军第2支队第3团。无论部队改编成什么番号，我都希望这面闽西模范团的军旗永远不倒。牢记宗旨，履行使命。牢记宗旨，履行使命。党中央命令，闽西模范团即日出发，北上抗日，坚决服从党中央指挥。坚决服从党中央指挥。从农民赤卫队到闽西独立营，再到闽西模范团，我们这支队伍在古田会议精神的指引下成长壮大。正是古田会议精神，铸就了人民军队的军魂。经90年的基因传承、风雨锤炼，在新古田会议精神指引下，当年的闽西模范团已成长为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一支英雄部队。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的不变军魂。